他明明是百战百胜的拳王机器人，却要迎战一个从垃圾场内被发现的无名小卒。尽管5万名观众都认为这场格斗毫无悬念，但他们还是花费上万块来到现场观看，只因为那个机器人在一对父子的训练下，竟一路过关斩将，硬是打到了职业赛场。在获胜后，更是当场挑战拳王的威严，那是一个名为宙斯的不败神话，没有机器人能在他手中撑到第2回合。然而他极强的压迫感却让父子2人更为兴奋。这是一场虽败犹荣的比赛。亚当的操纵者曾是一名顶尖拳击手，他将拳击毫不保留地交给了机器人，希望能弥补曾在赛场失意的遗憾。然而他的对手宙斯堪称毫无缺点，浑身不光散发着现代科技的味道，其系统更是恐怖到可以现场学习对手的招式。这场比赛一共5个回合，综合点数多的人则赢得比赛，前提是亚当能够撑到比赛结束。可让所有人感到意外的是，亚当刚上来就被宙斯一拳击倒，看着他脑门上的凹痕，就知道宙斯的力量有多恐怖。他双手伸展，仿佛在告诉人们，难道这就是你们想看的比赛？如此蝼蚁也敢挑战神的权威？在查理的不断呼喊命令下，好在刚刚的一拳并未打坏体内核心组件，亚当很快便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可紧接着便遭到了宙斯的一套组合拳，不到5秒就被第2次击倒。所有人都认为比赛到此为止了，奇迹不可能发生第2次。裁判的手势几乎悬停在终止比赛的边缘，麦克斯在场边嘶吼，父子眼中满是绝望与不甘。然而这一刻，亚当仿佛活了过来，像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。在宙斯宛如大炮的快拳轰击下，亚当根本来不及听从指挥，抬手阻挡。这一刻，那个不可逾越鸿沟般的差距具象化出现在了所有人面前。可尽管如此，观众们还是翘首期盼着，纷纷为亚当加油打气。也许是观众看腻了宙斯秒杀式的套路，都祈祷着亚当可以将宙斯暴揍一顿。就在这时，亚当破碎的面罩下，一只蓝色的光学镜头突然闪烁，真不敢相信他竟又一次站了起来。可他刚想主动出击，却又被对方一拳击腿，很快便再次被逼迫到角落。只是这次他竟抵挡了起来。这场战斗如同查理当初那场拳赛的重现，他被亚军追着打，可突然他的身法和速度就变得诡异，快到令当时的亚军不可置信。此时，一个观众开始慌了起来，因为他向亚当压了整整10万，赌他撑不过第1个回合。虽然运气站在了亚当这边，可他却被打得冒起了白烟。父子赶紧上去查看，那个观众准备赶紧溜走，结果却被人当场拦住。根本没有10万块的他，只能被一群人带走，结果可想而知。当查理让亚当坐下，他迅速检查亚当的身体，却发现情况不容乐观，断裂的电线火花乱溅，他也没有办法，只能胡乱将线路接好，就这样简单修复了一下。而随着第2局的开始，宙斯那边也开始下起了死手，他们绝不允许亚当能活过这一回合。可让宙斯团队没想到的是，亚当在查理经验老道的操纵下，竟又朝着宙斯狠狠打了一套组合拳，并成功打到了第3回合。这不禁让宙斯的设计者也慌了起来，亲自来到操纵台指挥着。所有人都兴奋地站起身来，他们没想到亚当竟能与不败神话宙斯打得有来有回。可是虽然亚当不断闪躲，但宙斯还是一拳击中了他。仅仅这一拳，再次让亚当重重摔倒在地。很快，比赛来到第4局，亚当能坚持到现在，让宙斯很没面子。
宙斯一上来就火力全开，一连串的攻击打得亚当没有机会，仿佛体内的组件被打松散，开始原地蒙圈了起来。原来是语音系统出现了问题，这下可完蛋了，收不到查理的指令，他顿时变成了一个钢铁沙包。然而幸运女神再次降临，随着第4局结束的钟声响起，宙斯只能立即回到自己的位置，或许已经没有打第5局的必要。可就在查理也感到绝望时，麦克斯却突然想到一个能够逆风翻盘的好主意。I'm putting him in shadow mode. Show him what to do. Without the voice recognition, you're moving fast.